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星星我啦。这期故事的投稿人是 Q 小姐，谢谢你的投稿哦。Q 小姐还贴心提供了佛牌的真实照片，我会把照片放在故事的最后。老样子，故事已经经过星星的调整和改编，影片开始前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然后遇到广告的话，记得多看几秒来支持星星我哦，感谢你们啦！大家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这件事发生在2019年那年，我是一名服装店的店员。中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打工。由于这种工作的人员流动非常大，所以虽然只打了2年的工，我就已经升格为店里的老鸟啦，也因此跟老板的关系变得比较好。当时店内正好缺人手，也正好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来面试。我老板也很烦恼，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像我一样可以做长久的员工，就跑来询问我的意见。想当然的，我哪里可能会有什么好点子啊？想来想去，就只想出了一个馊主意。老板，你就靠你的感觉抽一张啦。这样也可以呀。好啦，就决定是你啦。Hi Boss， saya Adam， 第一天上班，请多指教。没错，最后我们用抽鬼牌的方式来选择要应聘哪一位新员工，而这次成功应聘的是一位马来男生，名字我们就叫他 Adam 吧。真心希望他能够做久一点，不要那么快抄我老板鱿鱼啦。很快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2个月，没想到 Adam 竟然能撑到那么久，甚至表现得还很不错。由于是同事，而且年龄还很相近，我们时不时就会跟彼此聊天。而从聊天中我得知，原来他的家里竟然是从事巫师行业的，用马来文来说就是所谓的 bomo， 并且 Adam 说他自己还有阴阳眼，能够很清楚地看见灵体。虽然我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也就当个故事听听而已。过了几天，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事情。这天下午，我趁着工作空闲的时间在剪指甲，突然间，我刚好要出去倒垃圾，我等一下帮你拿去丢啦。哦，那谢谢你哦。没错，不知道为什么 Adam 突然过来就要帮我把剪掉的指甲拿去丢，我当下其实是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可是当时才19岁的我哪里会想那么多啊，就觉得可能是今天店里没什么客人，他太无聊了，要找事情做吧。而这件事过没多久，我开始对 Adam 产生一种感觉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突然觉得 Adam 变得好帅？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之前都没有这种感觉啊。星星，怎么了？你的脸好红啊，发烧了吗？我没有生病啦，应该是天气有点热啊。是的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开始觉得 Adam 是我的菜，他身上有种气质很吸引我，甚至让我有点心动。怎么办？不行，要冷静啦！在这之后，我们互相暧昧了起来，虽然持续了半年左右，但我们并没有在一起。拍谢，星星，你可以借我一点钱吗？我家里突然有急用，你借我200块就好了。哦，当然没问题呀。而几天后，星星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借我一点钱吗？我妈妈生病要看医生，300块就好了，下个月出粮我马上还给你。好哦，记得还呐。还记得我们开始暧昧了不久之后， Adam 就开始会不时地向我借钱，虽然每次都是有借有还，但通常才还完1个星期，他又会再跟我借，而且借钱的数额还越来越大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正常人对这样一直借钱的行为都会有所警惕，但现在
一直很理智的我，只要 Adam 跟我开口，我都还是会乖乖的借给他。难道是我们在暧昧的关系吗？爱情这么盲目的吗？就这样，这个情况持续到了2020年。没错，那时新冠肺炎大爆发，马来西亚也因为疫情而宣布了全国封城，全部人都必须隔离在家工作。但对于我这种在实体店打工的人来说，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居家办公的啊。我也因为这样被逼休息了好一段时间。隔离期间，我忽然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对 Adam 心动，明明他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。虽然如此， Adam 在封城期间还是有来找我借了马币1000块。不可置信的是，我竟然还傻傻的借给了他。明明那时候的我手头也很紧啊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公司的邮件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公司因为销量暴跌要裁员啊。我紧张的看了一眼裁员名单，幸好裁员名单里面没有我。果然，平时有跟老板打好关系就是不一样。但是有人欢喜就有人愁，很不幸的，我看见 Adam 在裁员的名单里面。虽然我很同情 Adam， 但是我也只能祝他顺利找到新的工作，然后尽快把钱还给我。但是他却回我说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让他目前没法工作。好吧，我想这样也没办法，继续催款似乎也有点不近人情。就这样，复工差不多半年后，我又再次信息他询问近况，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催他还钱。但是他还是跟我说他还在生病，一样还是没法去工作。我心里面其实已经开始怀疑，但是也没再继续催款了。就这样又过了1年，也就是2022年马来人开斋节的时候。因为呀，去到哪里都能听到马来人的新年歌，我突然想起了 Adam 还有他欠我的钱。结果他竟然还是跟我说，他的病到现在都还没好，每天头都痛到无法起床，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原因，已经在家躺了整整1年多了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，看来那笔钱是打水漂了，真的是借钱容易还钱难啊。事情呢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后来我跟我的闺蜜一起去了一间泰国神庙找师父问事。因为本身也有一直供奉着好几个佛牌，就想了解哪个佛牌更适合我。没想到竟意外的被我发现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师父，我想问一下啦，这些是我这几年供奉的佛牌，可以知道一下其实有我比较适合戴的吗？还是你有什么建议耶？你这个佛牌已经不能用了，它在几年前已经帮你挡过一劫，现在只能当作摆设了。听到这句话后，我很惊讶，因为这尊佛牌是我在2018年请回来的。我平时除了上班，哪里都没有去，是妥妥的宅女啊！我到底是惹到了什么啊？难道……是的，我想你们也猜到了，会是 Adam 吗？所以他真的是生病了吗？该不会他当时偷偷收走了我的指甲，然后给我下了降头，结果因为经验不足，降头没有下得很重，反而被我的佛牌挡了一劫，最终导致被反噬，而自己生了一场重病。怎么样？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Q 小姐说她觉得很庆幸自己身上也没再发生什么事了。而之后的几个月 ，Adam 也是有慢慢的好转，也找到了工作，最后还是有把钱给还完了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会不会当时没有佛牌的帮忙， Q 小姐就有可能把全部身家都借出去，然后当她永远的提款机了呢？你们有没有类似佛牌或者生物帮你挡煞的经历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当然还有加入我们的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，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哦，特别是加入科长的雷克斯、阿妍、阿燕以及俊啦。
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